也不算打吧，就糊弄了一下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我姑奶奶了！你怎么多大祸呀？啊，把你妈气成那样！我现在觉得你比我都牛，你比我都厉害。还说呢，前几天你不去上课，跟我们急的，真以为你病了。你们两个说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罪人？罪不可赦那种。我不知道。反正英子，我觉得不上课是不太好。不完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完了呢？你赶紧给我呸！你不知道，我妈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她刚才看我那眼神特别冷漠，我真的难受极了。我真从来没想过我妈会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觉得她要放弃我，她已经不再跟我较劲儿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着？你不会有受虐倾向吧？不是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相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我太了解她了，她就是那样一个人。她要不跟我较劲儿，她就不是我妈了。是，你看她每个家庭其实不一样的，妈她都有妈的区别。你和你妈是这样，我妈是什么？我妈属于直筒子，她就什么都给你直来直去的。我真的是从小被她打到大的，小时候天天打我。现在是因为长大了，皮糙肉厚了，她当然也打不过我。老人嘛，我也不能说是还手，对吧？不过也真是，他要一直这么打我、骂我，我倒还觉得，他是爱我的，打是还骂着亲嘛。你要说真有一天他不打我、不骂我、不说我倒觉得也挺奇怪的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想大姨了？想，每天都想。你妈是不是对你特别好？好，我妈真的对我特别好，她什么都依着我，她也从来没打过我，也没骂过我。但是我现在见不到我妈了，我现在就连她的声音，就连她的样貌，我都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都淡忘了。来，好了，好，没事，来，没关系，你看，你听表哥说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想大姨。不过你既然来了北京，这也同样是你的家呀，对不对？小姨、小姨夫还有我都会照顾你。我说实话，我妈对你比对我都好，她把你当做亲儿子，我都感觉有时候我都吃醋呢。所以说，我妈照顾你，我爸照顾你，还有我也照顾你，我还保护你，你怕什么的呀？没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呀？看你们俩，一个个丧，这么丧，开心点行不行？你像我似的，我怎么就不哭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外边天气多好呀，咱出去溜一溜多好。那个，你妈把你老铲了？没事，咱给她拼回来。对，是不是磊啊？咱拼回来。走，去乐高，走。怎么着？你不去啊？走。哎，走，还起劲啊！走。哎呀，走，去哪里？哇塞，这么大呀！我这什么都有。哇塞，这真不好意思。哇塞，这真的是跟电影里一模一样。还有宇宙飞船。不过啊，你妈下手可真够狠！你看，多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在你妈手里全碎了。这怎么还有黑板啊？哎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宇宙飞船、火箭，还有外星人，太有创意了。哎，英子，这就是你那8499啊？哇塞！哎，英子，你们家房顶上有星星了，这太
太梦幻了！你爸真是对你太好了，真把你当成公主了，这么用心。再说这么好的地儿你都不跟我说，还把我当哥们儿了。我这严防死守的都被我妈给发现了。你要是知道了，第2天还不就给说漏嘴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你还磊儿啊你要图纸吗？哦，不用。我虽然没拼过乐高，但是我看过好几遍《星球大战》，它里面飞行器的样子我都记得，应该能拼出来。我试试。行吧。你们拼，你们捡，我给你们喊加油，做陪聊服务，怎么样？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把我学习复习的时间用来拯救你这基地，你就这态度？以后我可不来了，以后有事别叫我。你复习了有用吗？考得好吗？乔英子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刚才哭的时候什么样了？哎呦，错了，不说。哎，英子，你看啊，光那么小的东西就8499，这一下来不得10几万？这钱都不是事儿，这宇宙基地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，这是我的心尖尖、心头肉，懂不懂啊？那你这还有时间再回来玩吗？不知道，估计这高考之前是肯定不可能了吧。所以说啊，我想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给拼完整了。今天，拼好天都得黑了。行，那你们加油吧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捡啊，那磊儿你好好拼啊，我给你往屋里捡。你给我小心点。是。文姐，打过凡凡吗？打过呀，吼骂打，我著名的3板斧。我跟方圆还混合双打呢。真的假的？瞎说。主要是吓唬啊，不是真打。那是小时候，现在吧，打也没用啊。你打他，他比你还厉害呢，打不过他。现在只能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。我就说，瞎开玩笑罢了。你打英子了？也不算。我今儿不就是急了，然后葫芦他一把。这女孩可不比男孩啊，男孩随便打不记仇，这女孩自尊心强。是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太冲动了，主要是给气坏了。现在想想可后悔了。哎，你说我整天要求英子要好好学习，要考个好大学，要成功。我这么想，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很失败了呀？这不叫失败，你这哪叫失败呀？你这要叫失败，你对失败得有多误解呀？你看看我，从事财会行业20年，终于跌落到了财会部的助理的位置。哎呀，我这才叫失败呢。你那不是被人陷害了吗？是自己能力弱，傻。人都说了，4失不惑。你看我这4失，好家伙，各种疑惑。你看啊，以前我老爱说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羡慕别人。可活到今天啊，我仔细想想，我还真挺羡慕你的。啊？你羡慕我呀？你那不叫羡慕，你那叫隔锅饭香。哎，是，我们坐起来按一下肩膀。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多和和美美的呀。哎呀，虽然说你跟方圆整天好像这小打小闹的也不断，但是也不影响你们相亲相爱呀。再看看我跟乔卫东，我觉得吧，可能吧，还是性格合适。我发现这个婚姻比较幸福的，都是因为2个人彼此这个喜欢互相的性格。真的，你没发现吗？什么都能变，但是性格是最难变的。你看，长相可以改，脾气可以改了，你挣多少钱你也会变，社会地位也会变，但是性格最难改变。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一堆毛病，方圆也看我一堆毛病，我有时候看他也一堆毛病。可是
方圆就是一个，我觉得他性格好。我有时候一着急一发脾气，他一呼噜呼噜我说两句，不往心里去就算了，这事儿就解决了。你们家方圆真的是性格好，那凡凡不就是像他呀？凡凡是挺像他的。你老说这凡凡功课不好，将来没出息。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那些成绩不好的，出来后你就都混得很差吗？不一定吧。凡凡性格多好啊！当然皮是皮点啊，可是你说都18岁了，还愿意跟爸爸妈妈这么好好交流，这儿子跟妈这么亲，多不容易啊！他跟他爸才亲呢，他们俩人好多鬼主意，俩人都在一块儿，一个德行。别不知足了，这儿子呀可是。那你都说姑娘是妈妈的小棉袄，你看我们家这小棉袄穿谁身上了？穿你身上，穿谁身上？你别不知足了。哎，你这人这点不好，你老揪着人小辫子不放，你自己伤心，孩子更伤心。他跟谁说去？你还能跟我说？他跟谁说？他不又得跟乔卫东去说去了吗？你何必呢？再说他是小孩儿，你说他再怎么成熟，再怎么大，他也就18岁。哦，对了，你不前2天还说他给你做早饭吗？多不容易啊！我有时在想啊，我是不是管他太严了？可是这女儿啊，跟儿子不一样，那就是操心的事更多呀。这我同意。再加上我以前跟乔卫东离婚，我就是觉得我这失败的经验得给他做个前车之鉴。我走错的路，那不能让他再走错任何一步。我以前跟你想的一样，我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想法。但是有一次方圆说的特别对，他说孩子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，我们不能替代他们。该他们走的弯路一条少不了，该他们撞的南墙挨个都得撞。他说咱们也是这样跌跌撞撞一路走过来的，没人替代咱们，是不是？也对。然后于是，疗程已经结束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客气。哎呀，你姐，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呀？不是你买单吗？我可没带钱，我也没卡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挺感谢你的。你说咱活到这把年纪多不容易啊，多少累的事儿里里外外的，谁愿意整天听别人唠唠叨叨啊？还都不是什么好事。有你这位朋友真好，在我旁边，我觉得挺温暖的。妈呀，我一身鸡皮疙瘩！你看，你看，服务员，再加1个钟，再给我重新按一按。哎，真的，说真的啊，以后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，想跟谁聊一聊，你一定要叫上我啊，好吗？哎，我童文杰洞庭湖的麻雀，我什么风浪没经过啊？我就这点事儿，我自己都搞得定，放心啊。你什么时候从麻雀变成放缓？哎呀，凤凰现在最烦的就是方一凡马上这个期中考了。哎呦，又得期中考试了。
怎么起这么早？不是说早饭我做吗？睡不着，我5点就醒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怎么了？没睡好？你看你眼圈黑的，哎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这偶尔睡不着一次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赶快去叫洋洋起床吧。起了自己上的闹钟，正刷牙呢。哎，真不用我搭把手？不用不用，你赶快去洗漱穿衣服吧。辛苦你了。哎，洋洋，都复习好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记住了，一会儿拿到卷子，先别急着做，认真审题，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是怎么搞的？人站在旁边还扑了呢。你看这个鸡蛋也是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不是都煎好了吗？怎么不盛出来？你看糊成这样了，赶快倒了吧！不是说是这个糊的东西。行了行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这不就糊个鸡蛋吗？重新煎就好了，哪那么多话呀？不是我说什么了？我不就是让你看着点火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您没事吧？好好的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桌上有面包，你先去吃吧。鸡蛋我再给你煎2个，牛奶我重新煮。妈，您别忙活了，我喝凉的就行。喝凉的？那你考场上要拉肚子怎么办呢？你卷还做不做了？哎，都出去吧，出去。妈怎么了？从来没看过她这样。谁知道，一大早跟吃了枪药似的。你别操心了，赶紧吃啊！一会儿我在路上问问。妈，妈，你醒了吗？啊，你说。你还生气啊，妈？是我错了，妈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没生气，我就是昨天晚上批卷子太晚了，批到半夜3点多，现在困得有点晕，想再睡会儿。冰箱里给你留吃的了，面包、牛奶，哦，还有八宝粥，你随便吃吧。
来，葱油饼。哇，爸，你这放了多少葱啊？葱油饼，葱油饼，不搁葱的叫葱油饼啊！但是今儿不是考试吗？我多搁点葱给你提提神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手机呢？啊，手机我在这里手，在这儿呢。不是你一天到晚出幺蛾子啊！大早上你搁那么多葱，一会儿上公司怎么跟人交流去？啊？那要不然那什么，我那儿还有那个没放葱的面，我再给你烙一个没葱的。行。糖饼啊，行。啊，俩人你吃饭就吃饭，你别看了。对，快吃饭。我背2篇范文。背范文，你这脑子也不能这么用啊！我要是脑子好用的话，就不用背了。雷儿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不用着急再看了，你多看一行也没有什么用啊。你这个脑子省着点用，高考的时候再用。快吃饭。童律师，跟你讲，据不科学的统计啊，不完全统计，人大脑只有10%用上了，90%都没用上，所以脑子用不完，敞开用，就怕那不用脑子的，知道吧？对，我再看2篇。你不要再看手机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赶紧吃饭，别看了。吃饭别玩手机了。不是，正事儿。英子给我发微信了，说方猴家里断粮了，给我带点吃。断粮了，没饭吃。哦，这苏佳也太狠了，不就玩2天乐高吗？连饭都不给吃啊？行了，饭都堵不住你。大人事你少管啊。大人事你别管啊。你给英子打包点饼和这个，一会儿带去。我就把这整张给带走得了，好吧？方一凡，你看你爸爸一早上起来给你做这么多吃，你都不吃，赶紧抓紧时间吃。你知不知道爸每天啊早饭、中饭、晚饭忙得要命？你看你们早点起来，趁热吃。你看吃的急急忙忙的，吃不踏实。早饭、中饭、晚饭，你哪有时间做中午饭？你不上班啊？不是，你爸那意思就是，他要是不上班，不是得给你做中饭吗？是吧？对啊。几点了？现在？这是起碗，全体起碗，我跟你讲。快！方一凡，拿着走吧。咬着走吧，行。俩快，要吃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小姨。谢谢小姨。方一凡，把你这蛋拿好了。哎呀，我拿。拿好。拿着。走。等，还是英子的饼，把饼带着。好。好好考啊。门带上。哎呦，这一大早上兵荒马乱的。我知道，差点说漏嘴了。早饭、中饭、晚饭，你说我说中饭干嘛呀？早饭、晚饭，我怎么想起来说他们一中饭呢？真行！哎，那还有宋老师不给人强子做早饭，孩子就饿着，这能成吗？我估计啊，这2天还在气头上，也是上点手段，是吧？过2天就好了。是。但是这事儿说到底还是赖乔卫东。乔卫东这回确实挺孙子的，这事儿干的。哎，你有没有劝宋老师？这样。可是，你说这事儿搁谁心里都别扭啊。那宋茜带着英子，本来一个是多不容易的。真是都不容易。哎呀，都不容易呀！这大早上起来，你看看啊，一家一户的，谁容易？我还送孩子的啊，上班的，同志们都不容易呀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你就让他一下，平时不是都让的吗？太没规矩了，就不能老惯着这种人。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？哎，是不是心里有烦心的事儿？你别憋着，跟我说。有什么好憋的？谁还没有一个烦心的时候？今天早上一起床啊，心情就不好。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是不是因为我喝酒，还是因为什么事儿？我没事儿。当心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你干嘛非得跟他抢？那多危险！怎么开的车呀？这是。怎么开的车呀？这是，看看，会不会开车呀？我怎么开的车？你是怎么开的车啊？讲不讲理啊，大姐？你撞得我，你追尾了。我在正常的路上排队，我正常的行驶，你不排队，你超过来就想插队啊？你看好了，地上那是虚线。
虚线。法律都允许我变道，你不让我变道啊？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哼，北京这个堵车都是你们这些女司机搞的，懂不懂交通法规啊？追尾了你还有理了？你就事论事啊！你怎么还上升到人身攻击了？女司机怎么了？女司机怎么了？女司机我们也是正规驾校里学出来的。拍下来我。这，哎，你等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全责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都少说两句，都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啊，少说两句啊。你别管老纪，你上车去，本来也不该你插手的。你说明白了，女司机怎么了？女司机怎么了？行，我不跟你争了，好吧？我和警察说。你去说啊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？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你少说两句，这影响多不好。你怕影响不好是吧？那你打车去吧，你打车上班去吧，咱也不用你管的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挪车。不好意思，我晚到一会儿啊，这个车碰一下，没事，马上已经处理完了啊，好，都处理完了，咱们全责吧。这什么破规矩啊！明明是他插队，还别我的车，倒成了我的全责了。小点声，这还讲不讲理啊？小点声，大伙都看着呢。看着怎么了？我哪句说错了？好，都没错，事情处理完了吧？咱们走吧，有什么事车上说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，我的处理方式不对啊，不合适是吧？不，没有嘛。行，那你自己处理不好。那你干嘛你？给，我上班晚了。哎，你把车钥匙给我干什么？你不开了？不开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快点！所有同学动作快点啊！快点儿！以后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全向林脸儿这个速度看齐啊！快点儿，都看，还慢慢悠悠的，快点！黄指堂，放个书包，你还说小话啊？快点放，快点走！水杯放下！考几回试了，还记不住规矩啊？你知道高考就算作弊，知不知道？还闹！乔英子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吃呢？你赶紧吃2口算了，考完以后再吃吧。这为什么早饭不在家吃好呢？一凡，这次可得好好发挥啊！是啊，肯定的。争取再给我们班垫底。你滚！那是季阳干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动作快一点！天天还在装，慢悠悠的。那他们班真惨啊！李姐夫天天在那快点！还是咱班好。还老师多干嘛呢？啊，马上考试还在这聊呢，赶紧去！他们俩越来越瞎子。今儿老大怎么还没来呀？你这消息也太落后了，咱老大换人了啊？啥意思啊？绕这不是咱老大了？哎，童姐，您知道吗？这个新来的老大呀，比若姐的职位还要高，管的事还要多呢。你听谁说的呀？人事部的建跟我说的，他们人事部都知道。是吗？今儿过来啊？对呀。老大第一次给咱们开会，大家给他鼓鼓掌。好了，不用鼓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雷蒙的。从今天起，罗姐的工作交到我这里，
我的原则是高效简洁，以后开会的时候尽量的长话短说。瑞梦，我们的这个财务部的报表已经做好了啊。时间有限，我们就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讲了。你们的工作效率还有工作进度，若姐呢，我们做过交接，我会私下里到你们每一个部门单独开会的。我们现在公司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第2轮的融资，第1轮的融资完成的非常出色，财务部门的工作完成度非常高啊。谢谢，是我带着小金一起做的。谢谢你们的付出。不过既然是我来呢，就要做一些调整。以前 Roger 的风格呢是卡支出重节流，我觉得应该适当的在创收上下功夫，在客户方面要舍得花钱。marketing 这块加大力度，该做的广告不能少。好，没问题。另外，财务报表这方面写作良莠不齐，有的写的立足不准，有的抓不住重点，有的核算的颗粒度太粗了。这份报表谁做的？我看看。这个是童文杰做的。童文杰今天来了吗？在。这份报告写得非常好，和我刚才说的方向是一致的。我希望大家以这个报表为标准。感谢老大对我们财务部的肯定。童文杰，你就按照老大的这个要求，把所有报表再重新整理一下啊。好。我们财务部呢一贯非常的严格，所以我的助理的工作能力也非常的强。助理？你做助理多久了？他做助理10几年了。好，今天的会开到这儿，大家去工作吧。我的助理是按照我的思路来做这个事情，我也希望他更完善一些。你再做助理10几年。啊，你们先去吧。谭老师，吃饭，吃饭去啊！李老师，哎，哎，你们先去，你们先去。啊，好。怎么？你不吃饭？哦，我不吃了，这不刚汇总完语文吗？我赶紧把下午那数学卷子捋一下。哎，那我帮你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去吃你的饭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早上给你买早餐，你也没吃，你这中饭也不打算吃了？哎，2顿不吃没事儿，你赶紧去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这1日3餐不规律，你身体迟早要出大问题的呀！而且你下午要巡场，你万一有低血糖怎么办呀？潘老师，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不要打扰我了？没准我能提前把手里的活干完，留出点时间吃口饭呢。那我去食堂帮你打过来，好吧？哎，不用打饭，我不吃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了，食堂的饭菜不合你胃口，我帮你点。不用点了，我不吃。点好了。我都说了我不吃了，你点了也是浪费。点的什么呀？点了一份意面，一份海鲜面，你要吃哪个？我哪个也不吃，我想吃米饭。啊，那我再帮你加个米饭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，我怎么说什么你信什么呀？你点什么我吃什么，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还有事儿？啊，没事儿。哎，还真有一事儿。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呀？我刚没想起来。你看，这什么呀？还记得刚开学那会儿，季洋洋开了辆法拉利过来吗？我记得。谁把这个做成表情包了？对呀，同学们给我看的。现在大家都把这当一乐，到处传，影响多不好呀！所以我赶紧发给你看看，怎么办呀？这影响是挺不好的，但这些都得等这次期中考完试再说，因为这次考试太重要了。你这样吧，你把这个表情包发给我，我去找校长谈一下啊。然后你帮我捋一下数学卷子，千万别给我弄错了啊，潘老师，麻烦你了，拜托了啊。行，那你一会儿记得过来吃东西啊。啊，你先放着吧，等我。
下午考完试再说。保洁阿姨真是的，会不会干活啊？真是了。这个是谁的呀？都湿成这样了，赵文娟。我快递没被跑完。发现新了，来了吗？快哥，这是你的，湿成这样，怎么弄的呀？哟，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金总，这全湿了，你现在没事吧？现在没事。都怪那新来的保洁阿姨，把那一桶水全都泼地下了。你哪儿找的保洁阿姨呀？真是不能用了。红姐，刚刚有个报表不太明白，你再帮我看一下吗？哪儿不会啊？谢谢姐，就是这里，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有一个从海底捞出来的。哟，叶酸。叶酸。哎，金总快看，小美快看，叶酸钙片，孕妇吃的。孕妇吃的？对，这我有经验。咱公司还有孕妇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看看是谁的。金总。啊？这是您的。对，这是我的。金总，您还吃叶酸呢？这个我闺蜜怀孕了，我给她买点营养品，不行啊？行，这怎么寄公司来了呢？好的，谢谢姐上。哎，你这双11没买东西啊？都是默认地址，改不了的，回头我给她寄回去。金总慢走啊！同志们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？这叶酸、DHA、钙片，咱金总啊，是不是怀孕了？这不都说了吗？他给他朋友买的。那你们就不懂了。哎，行了，干嘛去啊？公司陪你，我来了，给你加薪，给你升职，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告诉我你想要干什么？我想你离婚。什么？你疯了吧？那我去总公司找大老板，让他给我评评理。哎，别！你想干什么呀？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干嘛那么冲动啊？把我搞臭了，我走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告诉我啊！你一个女孩子。在公司里面，江湖这么险恶，没人给你撑着拖着，你不就掉下去了吗？是吧？你看，你要是听我的，我现在公司的职位越来越高，我肯定给你补偿，让你满意的。啊，为了在公司咱俩的前程，好好想想，啊，真的。那个同学们好好做题啊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哎，刘老师，你忙。
您不是季洋洋的妈妈吗？潘老师。哎，对，我现在是季洋洋的班主任啊。哎，您这是？我感冒了我来开点药。您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。那个今天不是同学们都在期中考吗？然后那个李萌老师一直忙着没吃饭，有点低血糖。监考的时候呢晕过去了。我刚把他送过来，赶紧输液呢。哎呀，太辛苦了，你们也是，真是不容易。明白。那您多注意身体。再见。好，你忙。这是您的降压药，已经备好了。这是1周的量，按时吃药。好，谢谢了。陈书记，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说。其实吧也没什么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了一个情况，觉得还是应该给您反映一下比较好。您看一下，这个表情包上的这个孩子啊，是季区长的儿子，跟我的儿子都在春风中学念高3。之前我参加学生家长会的时候，我见过这孩子。我儿子跟我说，这个表情包现在在他们学校的群里，哎呦，传得可疯了。我刚看到的时候吧，觉得这不挺逗的吗？孩子们就瞎闹。但是您看一下，这个孩子的后面好像是一辆豪车，法拉利。这个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您说是不是影响不太好？我上次跟你说过，他这个噪音问题一定要解决，知道吗？记不记得？还有这视线，记不记得？贾主任，陈书记在您的办公室里。行，一会儿再说啊。我是刚才路过才看见，看样子应该是要找您。找我？好。你好。哟，书记，好，您怎么来了？老杨没事到你这儿串串门。刚开完会啊？对，上午专项小组来了，下午碰个头，开个会。好。对，喝杯水。别忙，老季来，你坐着，我说2句就走。好，您看您忙的，来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调到咱们这儿工作有段时间了吧？你看我这做书记的也没下来抽空跟你聊聊天。怎么样，工作生活还适应吗？谢谢书记关心，已经适应了。对了，我正在写总结报告呢，准备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。不急。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呀？对，18岁了。来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你儿子吧？对，是我儿子。是这样，我今天呢去医务室开降压药，正好碰到孙大夫。你认识他？认识。他说呀，他的儿子跟你儿子是同班同学。他说这张照片啊，在他们班级里啊都传疯了。这件事儿你知道吗？书记，我真不知道。老季啊，主要是你儿子身后这部车是个豪车，法拉利啊。书记，我先声明一下，首先这个法拉利不是我们家养的，而且我也没给我儿子买过什么车。不过书记，请您放心，这个图的事儿啊，我会了解一下，然后给您做个汇报。
你不用那么紧张，等了解一些情况再说吧。老七啊，我年长你几岁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得提醒你一下。啊，这工作认真负责固然是好，但是啊，也不能忽略了家庭啊，因为我们既是党员干部，同时也是做父亲的呀，所以这家里家外的，你得多操操心啊。书记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。好，那不打扰你了，你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书记，好，谢谢。书记慢走。哎。喂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洋洋被做成恶搞图片的事儿？他后边还有一辆法拉利，听说这个事儿在他们学校已经传开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哎，刘静，听得见吧？刘静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开会呢。就是那个恶搞图片，洋洋被做成了恶搞图片了。洋洋的事儿，等回了家再说啊。我现在正在开会呢，大家都在等着我呢。我先挂了啊，回头再聊吧。哎，走路还看 iPad，干什么呢？我赶上学校老师给我补物理，我得赶紧来看一眼上次辅导老师给我留的作业。明天考试，今晚还上家教。哎呀，不是家教，是老师线上1对1给我讲题。明儿不是要考理综吗？我想让老师再针对电场那块再给我讲讲。哎，这样我心里还能踏实。哎，对了，你考得怎么样？今天？我啊，就那样呗。
就那样是什么样啊？咱们现在可每次考试都跟班级流动有关系，你不担心啊？我担心什么？最差不就在基础班吗？嘿，那你也得往上考才行。你不是数学不好吗？老问我三角函数的题，其实你也可以试试这个账面1对1这个家庭课程，找个老师给你辅导辅导。这上面老师啊讲的可比我好多了。行行，我回头看看。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知足吧你，还有我爸妈管着，不像我，一年到头都见不着我爸妈几个。我巴不得这样，没人管我多自在，想干嘛干嘛。你等会儿。等谁呀？等我舅舅，他说他也要回老家，跟他一块儿。你舅舅不是陪李老师去医院了吗？早回来了，李老师今儿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了，我看就是累的。哎，洋洋也在。哎，舅这样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他不老不记得吃饭吗？就有点低血糖，带他去医院打了点葡萄糖，没什么事儿了。你们高3，他比你们还紧张啊！每天就看着那个高考倒计时的表，数着日子过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啊，要对得起他啊！放心吧，舅舅，李老师用心良苦，我们都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可是英雄救美的好日子呀，怎么样，抓住了？李老师有没有特别的感动？他是不是都快成为小舅妈了？当然特别感动。什么小舅妈小舅妈的？严肃点。跟你说学习的事呢。学习的事你都说过800回了，哇，我这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那也得听着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学习很重要，这个身体也很重要啊。知道了。天凉了。哎，对了，季洋洋，那个你回头多关心关心你妈妈啊。她怎么了？我刚刚在医院碰见你妈了。医院？她去医院了？嗯。她生了什么病啊？要不要紧？这个我就没多问了，反正她说她感冒了。不过你也别担心啊，我觉得没什么大事。最近不是那个变天降温了吗？好多人都感冒了。应该没什么事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范老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。我今天考试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考的还行。那挺好啊。妈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一趟，有点事儿。你不吃饭了？你吃你的吧，不用管我了。汤在锅里啊，自己喝。妈，我。回来了。啊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啊，那电话都跟你说了嘛，开会，领导多说了几句。我今天真是着急上火呀！哎，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个事儿，你都知道吗？电话？啊。哦。哎呀，你没听清楚。不是你也是，洋洋被人做成恶搞图片了。恶搞图片？洋洋啊，怎么没听他说啊？不是你这个当妈的，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？我又不是他的贴身保姆，天天跟着他上学呀。他不说，我哪儿知道去？不是，你看啊，你看，
你看这图片，你知道这个图片是谁发给我的？我们区委的陈书记，我们区里好多同事的孩子和洋洋一个学校的，这个图片啊，在学校里都传开了。这图片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你糊涂了啊！你别嚷嚷，别嚷嚷，你等洋洋回来了，问清楚了再说。刘静，你真不能不把这事当回事儿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洋洋。嗯。洋，你过来，我有事问你。什么事啊？过来，坐下。这个恶搞图片怎么回事？什么恶搞？就是个表情包呗，这同学开玩笑做的。开玩笑？有这样开玩笑的吗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爸，这能有什么事啊？这种表情包我们同学经常做，就闹着玩的。您还有别的事吗？我明天还有2课要复习呢。坐下。问你，这车谁的？这车刘征的，借给洋洋开的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刚才急赤白脸的，我哪来得及说呀？刘静，这我就要批评你了啊！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这都2、3个月都过去了，不也没事吗？你干嘛非得揪着这个干嘛呀？我揪着什么了？这车不是跟那个什么，对，那个表情包有关系吗？我说都不行了，问问都不行了。洋洋，这表情包是谁做的？防一防呗。哈哈，这说了半天啊，是你发小的儿子啊。你呀，你还是上去找他去说理去吧啊。洋洋，我问你，他为什么做这个？前几天我跟同学一块打篮球，我把他表弟手机给砸坏了，我拜托您修呢嘛，就这事儿。是啊，他那个手机我是突然去修去了，你没告诉他？那手机是他表弟亲自给我的，他当然知道了。不是他知道了，他还做这个？洋洋，你在学校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是不是有人拿这个做文章？爸，这就一表情包，你反应这么大干嘛呀？洋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个官员的儿子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传到网上，我就是反面典型。老季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你这说过了。书记都说要自救自杀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行了，我听懂了。我开车是影响到您的光荣廉洁形象了，是吗？老季，不说了。洋洋，赶紧回去复习一下，明天不是还考试呢吗？快，快去。赶紧复习啊！李静，过来。我今天说他哪儿不对了？你干嘛总拦着我？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有点拎不清呢？平时你不是这样的。什么拎得清拎不清？这图片明明不是你儿子做的，是别人做的。不过你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训，你看看洋洋那反应，你这叫拎得清啊？我不跟你掰扯这个事儿。反正方圆家就在楼上，一会儿咱俩上去商量一下这个事情。要去你去，我累了。你。媳妇儿，哎，瞧我这服务，16的一粒一粒的，啊，柚子一块一块的，还行哈。哎，你这衣服我没见你穿过，这都是真兜假兜啊？真的，哎，真兜啊。这凡凡怎么没带钥匙啊？肯定是没带钥匙。我这记得早上带钥匙了。来了，儿子，不带钥匙了。儿子，哎呦，
哎呦，老季，我以为是我儿子呢。来，快进，我给你拿鞋，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文姐。哎，刘静呢？刘静在家吗？在家呢，来，快请进，搬出来那么长时间也没串过门来。哎，户型看着亲切吧？户型一样。哦，对，咱们是正楼上楼下嘛。格局不一样啊，格局是吧？我们没装修的。你喝点什么？沏点茶。不用麻烦。不是那个，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服务员啊，要不喝杯红酒？哎，坐，来沏点茶，吃点水果。来，别，你别忙活，我真有事。你快坐着，老弟。跟你说个事儿，哎，你说，看一下。爸妈回来了啊！哎，方圆，快来！叫人先叫人啊！谁啊？来，谁技术来了？技术，哎呦，技术好，技术啊！那个，回来了。我今天语文啊下笔如有神，数学公式定乾坤，英语堪比外国人，我终于找到当学霸的感觉。你拉倒吧，你吹什么？你当技术面瞎吹。人磊儿每次考700多分，都没见磊儿吹得这么天花乱坠。行了，你们是回屋去，一会儿技术爸，一会儿我跟磊儿再去趟同学家。干嘛去啊？啊，找那个英子他们班有个同学叫陈宏宇，他妈是英语老师，找他拿2张卷子复习一下。哦，行，你快去。行，来，先把书包放来。晚上吃的怎么样？吃多。天天家里边不是俩孩子更热闹。你说老季是怎么了？走了啊。磊儿，其实你不用跟着去，你在家休息就行，让方一凡一个人去就好了。没事，小姨，我去吧。你去真是的。陪他去。走。早点回来啊！拿了卷子就回来。老季，哎，你说你有什么急事？我就直说了啊，你说，真有个急事。不是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哎，这是洋洋是吗？对，关键是这个车，就是法拉利。哟，这谁弄？这不是害人吗？这是啊？对，本来我也担心的，后来我问了洋洋，说这个图是方一凡做的。哎，童姐，童姐，你先别沏茶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快点！怎么了？你看这，你看这，你看这个。关键是那个车啊，这是季洋洋，这是那法拉利，这是那学校嘛？那天打架的时候，对吧？那开学的时候，这是方一凡做的。你说这孩子这干什么？这不是害人吗？这是啊！方一凡，别哦，这走了，对。方圆，你别兴师问罪啊！我相信孩子没恶意，他们是闹着玩的。关键是我这个身份特殊啊！是。今天我们陈书记啊跟我谈话了，说这个图啊在学校里已经传开了。你看看你方，对不起啊，老季，真抱歉，我这，哎呦，这孩子怎么弄这么个东西？这不是害人吗？这是别急，我不是怪你们。现在孩子们玩的东西啊，根本不大一样。你说这个要是传出去，比如说传到这个微博上，对我们家影响太大了。政府一直强调廉政建设，绝不能让别人产生误会。是，哎呦，这事儿弄的，不是，哎，这车这不是你们家的车吗？对吧？哎呀，你怎么想的？我1年的收入连个车轱辘都买不起。这车他舅舅的，他不是玩车的吗？做生意有点钱。行，那现在老季，你看这事怎么办呢？我们想办法怎么处理一下啊？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，明天呢，等孩子们这个期中考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校长和老师请过来做个人证，让2个孩子呢面对面的道个歉，澄清一下。对了，要让他们写个书面的道歉信，交给学校啊，留个档，日后呢也有个凭证。行，这件事呢只能在校内处理，不能再发酵了。到此为止，这个就不能到社会上可不行。那行，那这样我们跟方一凡说一下，好吧？让他写个检查，或者说看怎么，我们全面配合，好吧？老季，你放心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这个文姐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完事以后呢，我会跟校方说清楚，不会给孩子处分的。高3这个年纪，高考为先，对吧？这事也到不了处分，这孩子开个玩笑的事情，就怕社会给他放大了，是吧？那行，就这样啊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咱们明天见，学校见。抱歉，老季，哎，你手机，你把这图发给我，好，你微信转给我。好。啊，你说的这弄个检查能有用吗？有用啊，给学校留个凭证。如果有谁要啊，比如说扯皮扯什么事儿啊，哎，咱们有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就没事了，对吧？文字上东西很重要的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哎，
行，我那我就走。哦，下去啊，我不送你下去了啊。哎，别走，我来挺凉的。哎，再见。哎，你说你儿子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捣乱吗？这是啊，这气死人了！真是发什么火呀？不是，我不是发火，我是着急。童姐，你说你那天那天孩子打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去了？我去了。这老师怎么说的？老师说打架不重要，重要是蹲班的事儿啊。这老师懂什么呀？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打架的事儿。哎呦，这关键有这法拉利的事儿，你知道，既然你忙了一辈子就忙这事儿，对不对？人家是人家仕途，你弄这么个事儿，你说这将来是官怎么当人？将来人儿子啊开了个法拉利，一个区长，你说他怎么跟人解释？你说这方一凡是不是闲的吗？他气死我了，真是。不是，你也不能怪凡凡吧？他季胜利如果自己没有法拉利，那他怕什么呢？他不怕人说呀，你说去吧，我也没有啊。文姐，你这也太幼稚了吧？啊，这事儿跟他有没有法拉利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现在谁看这事儿是什么样子？没人看这事儿什么样子，关键是怎么传，对不对？人家就传出去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谁看辟谣的，都看传谣的。不是，那你季胜利没有法拉利，那你干嘛允许自己儿子开着法拉利到处招摇呢？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你就别再替你儿子掰扯了啊！打架是不是方一凡打的？是不是他惹的祸？好，就算是打架，俩孩子全错了，当时解决完了，他没事闲着在做这么一动图干嘛？他这不是闲的吗？啊，没事找事儿。对不对？给人添麻烦。你说老季上来，老季是一领导，是一区长，人家上来那是真急了，真没招了，真没办法了，才开口求人呢。人怎么解决这事情？你告诉方一凡，赶紧把这检查给写了，把这事给了了。不能随便写这个检查，你自己动动脑子。这检查到时候他说了要入党的、入档案的，那方一凡还怎么参加高考啊？这档案是要一辈子跟着的。我亲爱的媳妇儿，你刚才的幼稚，你是打算幼稚到底是吗？你听说过一中学生写个检查搁档案里的呀？啊，那档案得写多厚啊？您按这个，我小时候档案得这么厚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呢？刚才老季都说了，这是个很妥善的方法。孩子写了检查，家长互相都知道了，校长和老师都在这听着呢。这个事儿校内解决了，一旦传播出去，传出去，一说这事怎么回事，两边家长都承认了，都知道这事儿，俩孩子互相道歉了，不是事儿，车也不是他们家的，就完了。这你赶紧让方一凡写了吧。好好的平白无故落个检查，还有。那万一他们家要真有法拉利呢，对不对？你平常看不看电视剧啊？啊，电视剧里怎么演的？那贪官都把钱藏在冰箱里边，怎么着？这季胜利他疯了啊？给他儿子买个法拉利，让儿子把车开到学校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贪官呀。哎，可是这明天要考试啊，你让他写检查，方一凡哪有时间写检查呀？哎呀，没让他写检查，谁让他写检查了？什么没让他写检查？你脑子坏了？你刚刚自己答应季胜利的写检查的。我写呀，怎么会让他写呢？这不是我强项吗？赶紧写检查去。洋洋，爸，你干嘛呀？你先停一下。表情包的事儿，我跟你说一下。怎么还没完了呢？刚才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不，你爸，我明天考英语呢，我得复习，能不能明天再说？不能明天说，明天必须解决。复习先放一放，不耽误这会儿。行，我听着。你说。洋洋，你不是孩子了。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一定要严肃对待。表情包的事情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要有敏感性。明天我和你妈去学校，方一凡的爸爸妈妈也会去学校的。我们当着老师的面把这个事情正式处理了。怎么说着说着就跑老师那儿去了？您不会还要请校长吧？